跨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小说《无常之月》，原著拉里尼文，选自科幻小说集《大师的盛宴》。我正在洛杉矶的家里看着电视，一丝反常景象在我的视野边缘一闪而过。我向外望去，发现今晚的月亮亮得出奇。如果说以往的月亮明亮皎洁，今晚的月亮足以称作耀眼夺目，摄人心魄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明亮的月亮，即使在沙漠里也未曾见过。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，这不过是错觉而已，还要几天才到满月呢。然而这一轮突月却将大地照得通亮，刺目的月光弄得我直眨眼，让我联想到了人类漫步月球留下的一串串波纹状脚印。在我遐想之际，我发现月亮比刚才更加明亮了，就像之前是藏在一片飘忽的云后面一样，现在它散发着炫目的光芒，几乎引人发狂。月亮附近的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，星光怎能跟如此耀眼的光芒抗衡呢？我以写作科普和指南类文章为生，理应能推测出月亮产生变化的原因。月亮会突然间增大吗？像气球那样膨胀？也许是靠近了，月亮要掉下来了？海啸、大浪还有地震将接踵而至吗？这个想法简直荒谬绝伦。月亮是变得更亮，而不是更大。若说明月亮正朝我们坠落，那原因又是什么呢？一定会有个简单浅显的答案。首先，月亮为何能变得这么亮？月亮来自太阳光的反射，有可能是太阳变得更亮了吗？那么一定是日落之后发生的变化，不然肯定会引起注意的。我觉得心口发慌，想把这些事情告诉身边的人，可是深更半夜，我该拿什么理由来吵醒他们呢？思前想后，我还是去找女友莱斯利了。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夜了。找到女友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一家餐厅。这时一个顾客大声叫嚷起来，看外面，世界就要灭亡了，在大海另一头，死亡和地狱之火。人们抬头望去，只见满天繁星，有一颗正在发散摄人心魄的光芒。女友是个天文爱好者，她说道，最近几个晚上火星都在地平线以下，所以目前最佳的参照物是月亮。假设太阳爆发成新星，所有行星都将亮得跟现在的月亮一样，对吗？女友的推测提醒了我，我本该想到的，这似乎真的是超新星爆发时的景象。那颗闪闪发光的白色行星居然是木星。现在距离我刚刚的发现过去了1个半小时，这就是阳光照到木星后又反射到地球的时间。而此时月影成了黑色和青白色相间的横条，月亮正在落下。今夜它照耀着我们，亮得可怕的光芒从天际射来，光影交错形成复杂的图案，就连被地球阴影遮盖的那一侧也被反照染上了一层珍珠般的光辉。面前的景象提醒了我，让我想知道处于白昼那边的地球发生了什么。这当然从太空中观察会显而易见，但是阿波罗19号上的人肯定在新星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死了。他们也许困在一片月球平原，也许还躲在一块正融化的巨石之后，或许他们在月球叶面，我记不起来了。月落之后，城市里一切怪异的阴影都不见了，西方的云朵射出青白色的光，他们好像也在拼命逃跑。我们应该去哪儿逃难？南极，延迟1时半刻而已。月亮在白天那一面肯定会全部融化掉。去火星，火星将成为太阳的一部分，就跟地球一样。去南门2，飞到那儿所需要的加速度会让人无力承受。
我已经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是太阳爆发，我们是在午夜时分看到月亮发生变化，这就说明当太阳爆发时，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正在地球的背面，所以我们肯定离冲击波最远。我猜想到，首先太阳爆发了，瞬间使白昼半边的地球空气和海洋升温，水蒸气和高温空气迅速扩散开，一道烈焰的洪流会朝着夜晚这边呼啸而来。我惊恐的眼望着漫天流云，我脑中不再想事态会向何处发展，不再想渐渐包围我们的火焰，反正那也只是个想象中的画面。我构想的景象是，日面的海洋先被蒸发，形成了蒸汽的冲击波，跨越数百万立方英里的海洋，到达此处时会变得寒冷而湿润，而地球的自转会使它们旋转起来，两个旋转方向相反的蒸汽飓风，一个在北边，一个在南边，冲击波来到时将是这般景象。也许我们看不到日出了，这多少有几分遗憾，不知道那末日会是多么壮观。不久后，木星暗淡了下来，然后消失不见，白热的闪电掠过天空，难道已经开始了吗？我忽然想到了极光，还有另一轮来自太阳的冲击波，应该会伴随着一片从来没人见识过的极光，但那时大多数人应该已经死了。我们在奔逃路上找到了一家店铺，采购了食物。此时外面开始下起了冰雹，狂风嘶吼，天上的云层变幻莫测，忽聚忽散，我在空气中闻到了海水的气味。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越过极地，超新星的冲击波差不多要飞越4000英里，至少要用5个小时。冲击波应该是在平流层移动，而声速在平流层移动得更快，但也得3个小时，而且它来的时候不会起风。眼前的景象使我困惑，但我来不及细想，洪水已经在形成。我驾驶着车辆驶向女友的公寓大楼，然后我俩迅速跑到了14楼。莱斯利说道，我一直怀疑太阳是否真的发生了爆炸。我在脑海中思考，忽然间我恍然大悟，也许我们全都想错了。之前应该是北极光照亮了整个地球上方的天空，太阳爆发出了带电粒子冲击波，它们以略逊于光速的速度移动，刺穿了大气层，所以风暴才会来得如此缓慢。如果是超新星，它会瞬间撕去这颗行星的半壁天空，而这些全都未曾发生。所以我开始怀疑，这一切都是太阳耀斑。太阳会那么亮，会将月亮和众多行星变成一个个火把，之后又暗淡，就如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此时天上一连打了6个响雷，女友急切地说道，你真觉得太阳会恢复正常吗？你觉得这是耀斑吗？我解释道，天文学家对新星了若指掌，在突变发生前的数月，他们就能观测到太阳是一个黄矮星，绝无变成新星的可能。变成新星必须先脱离主星序，这需要数百万年。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时，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他们返回时带了一堆岩石，但是发现那些岩石已经半边融化了。这说明在过去的某个时刻，或者数十万年前，太阳就曾发生过如今的情况。它不能维持长时间的高温状态，不足以在地球上留下任何痕迹。但是月亮没有大气层的保护，所以岩石只有一边发生了融化。而现在一定不会像那时那么糟。假如耀斑是在太平洋上空发生，破坏性不会那么大。如果是在美洲大陆上空，部分动植物会因此灭绝。可对此，谁能下定论呢？在和女友的一番探讨之后，面对可能到来的末日，我们也坦然了许多。现在已经过了凌晨3点，飓风正击打着我们的门窗。我们现在处在14层楼，这栋大楼是抗震的，即便12级的飓风也吹不垮它。我们考虑过，如果逃往山上，街道就已经被洪水淹没了，即便我们能爬到山上，将面对滚滚而来的泥石流。太阳耀斑必将蒸发了大量的水，
足够造出一片新的大洋。暴雨倾盆而下，将连降10几个昼夜。今天晚上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此处。眼下就算被洪水困在此处，我们还是有一线生机。我们有1周的食物储备，还有饮用水。哪怕洪水漫过14层楼，这栋大楼有20层高的屋顶。如果洪水高过这栋大楼的屋顶，等它退去时，这世上也没几个人了。如果的确是超新星爆发呢？上述计划全部作废。几小时后，时间来到了早上9点，窗外依然是暴雨倾盆，狂风肆虐。此情此景，我能做的也只有思考和想象了。我思考着，洪水、风暴、强辐射、药斑引起的大火，如果破坏引起的损失如我预估的一般高，那么货币将变得一文不值，我们将回到远古时期，以货易货。我开始动手将剩下的食物储存起来。这栋大楼相当雄伟，肯定还有空的公寓，第1层肯定还有难民需要照顾。面对这破败的世界，我甚至有点开始想念超新星了。如果是超新星爆发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而现在我们有药吗？大楼里可有医生？各种传染病必然接踵而至，还有饥饿。附近有一家超市，不知我们能不能在楼里找到潜水设备。疲惫不堪的我决定忘记一切，睡上一觉，然后再对大楼展开探索工作。天空已经变成了淡淡的炭灰色，结局远可能更惨，远远惨过现在。我猜测，在遥远的另一面世界，辐射定然已经覆盖了全部区域。我不禁产生了几分好奇，明天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的？可能只有我们的后代才能知道了。